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上下两排，上面下面各有10只碗。其实这里面是有差别的。前面的8只8+2，对，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8只，它是外面是彩色的，里面是青花的。最后的2只，我们可以想，最后的2只外面是彩色的，里面也是彩色的，但是呢，它很容易搞混，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个区分。那么这一套碗呢，就是刚才王刚老师讲到的，就是乾隆皇帝按照每一个不同的节日专门使用来烧造的这一套瓷器。我们可以看一下展板上有一个介绍啊，就是过年的时候用3阳开泰第二块板，然后呢元宵节用五谷丰登，端午节用艾叶灵符，就刚才我们看那个茶盘也是对，然后七夕节用鹊桥仙渡，这大家都知道的民间故事，一定要对。然后万寿呢，万寿就是皇帝生日用万寿无疆，中秋节呢用丹桂飘香，就是桂花玉兔。万寿节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就是皇帝的生日嘛，对吧？刚才说过。对，就是而且其实既然万寿节是皇帝的生日，那么实际上道光的生日和乾隆的生日，它的顺序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但是我们是按照乾隆的档案来排列的。对，然后呢，重阳节99重阳节用它的代表的时令花卉重阳菊花。中秋说了啊，中秋是丹桂飘香，对。然后最后就是它寻常赏花使用，它用了一个叫万花献瑞。那么这是8个一整套。这个研究实际上是我2018年发表的那个论文，最开始把它给成套的梳理清楚，然后展示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肯定是全球首例，把8件一套完整展示，而且我们真的是吃一套看一套，就是有2套的这种概念，就是为了让大家同时能看到外面和里面。啊，我们挑几件给大家介绍一下。最震撼的哈。对，这个你看，这个就是鹊桥仙渡。机位跟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它首先是用蓝色的蓝料，就是洋彩的一种颜色，画了这个把那个底色铺满，然后呢，在上面又用很细的针勾出了它的花卉纹，然后又在上面呢画了彩色的云彩。啊，在4个空白的圆圈里面呢，实际上就画了4个故事，跟这个七夕节相关的4个故事，分别是一个牛郎，一个织女，然后一个在庭院这种就是拜月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它的内心，我们可以摇到下面的青花，内心我们可以看这跟连环画一样，上面牛郎织女分别在拜月以后，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在鹊桥相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碗它的各个画面就特别有故事性啊，跟看一个连环画一样，特别有意思。然后这种蓝色深翠色的结灵碗，在这个8个里面也是唯一的一个这个颜色。好，接着我们可以到下一个位置，我们再看一只隔壁这一只，对，这一只。我们接着可以看这一只实际上是我们当时在解读的时候最难想到的一只。因为宫廷里有很多写着万寿无疆4个字的碗，所以当时老去跟那个对，觉得这个对就对不上。后来发现其实它完全是靠绘画的寓意来表达了万寿无疆的海水这么一个含义。对，其实我们可以先看它下面吧，看它下面比较能说明问题。它画着海水，海水里面呢有一个山峰，山峰上面呢长着灵芝，然后看它天上飘着2个万字纹，带着飘带，它这里面的就组合起来就是万寿无疆这样一个含义，所以这个它实际上是用它的图案去把这个意思隐藏在里面，所以当时很难发现这一件。我们再回到上面这个看，回到上面那个，对，慢慢摇到上面看一下，它的外面也是用了皇帝阳彩4开光，开光里面呢它是画的各种吉祥的植物，它的黄色的上面就在碗的底足的一圈画了这个海水纹，它也是代表无涯嘛，对吧？对，无疆，万寿无疆，对，就是无边无际的海水嘛，就代表没有边际，就无疆，对。然后呢，这边的它其实每一个桃子，一组桃子下面挂了一个万字纹，桃子是寿嘛，底下是个万，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很直白，这就是万寿无疆，它就是里里外外都表达了这个寓意。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后面那个
胭脂红的，胭脂红的这一支，这个就是我们对，也是一个宫粉地的，对，这种颜色其实我们可以看也是非常少的使用的这么一种颜色。宫粉地开光洋彩的这个，它是用在中秋节。中秋节现在实际上是我们可能现在除了过年之外最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了，对吧？它上面就是其实最典型的图案还是在它的里边。小兔子，我们还是先看它下面，看它下面的这个青花这里面。对，你看它的中心画了两个圆圈，圆圈里面呢有一个桂花树，然后有一个兔子。就月宫，对，这就是其实每一个碗里面都有圆圈，但这个圆圈就感觉特别像一个月宫，然后里面有桂花树，有兔子，它就对应着这个桂花树的这么一个中秋节的一个特别的这种植物和兔子月宫兔子这样的一个含义。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上面的这个彩色的碗的外面，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来分辨图案的话，可以看到它的四面的圆圈开光里面其实都画着桂花树，所以它的每一个图案都是一定要有一个它的与这个时节相对应的一个植物作为它的主景。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仅仅看上面的话，好像不一定能看出来是桂花，这个时候再回来看，就是桂花配上各种各样秋天的植物，比如说燕来红、秋海棠、秋菊，它就搭配成了各个画面啊，这个就是这一只碗的设计。然后我们最后再看一眼这个碗，它有一个特别的，它的一个普遍的设计是，它的红色地子上的图案，一圈一圈的，我们叫凤尾草纹，它都是用针勾画出来的，它不是画上去的，是勾出来的。前面的7只碗都是勾出来的，只有最后一只是画上去的。我们看这一只，万花献瑞这一只，万花献瑞，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因为前面乾隆皇帝的旨意我们看到了，他寻常赏花用万花献瑞，他为了和其他的节日有一个区分，所以呢，他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分，就是它上面的凤尾草纹可能要给一个特写，是我们可以看它是用红色的，你看镜头里能不能看到，它是用红色的彩画上去的，而不是用针勾上去的。咱不说勾，就是不是刻的，对，不是刻上去的啊，不是用刀，而是用笔。刻的工艺我们叫压道，这个呢就是普通的彩绘，它是属于2种工艺。其实它这个就是把这一种挑出来，一定有特殊的意义。对，因为它跟其他7个不一样，它并不对应某一个具体的节日，所以它在工艺上也产生区别。所以可能皇帝平时用的时候说，我今天赏花挑那个万花献瑞，人家说哪个是万花献瑞，就勾红的那个，对吧？它就比较好找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它的特别之处是在这里。啊，这8个我们从前面到这里看的这8个，就是一整套节令膳碗，就是每一次按照节日，分别有乾隆皇帝创烧使用的。那么这个品种实际上乾隆时候，我这次查一下档案，乾隆时候烧造的非常少，嘉庆时候也只烧了2年，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找不到一套乾隆和一套嘉庆的。我们就是咱别说成套了，就单只的品种也非常少，就是全世界的乾隆的凑起来凑不齐一套，那么只有道光是能凑一起的，所以我们这次应该就是真的也是非常难得的把这个8个凑到一起。对，好，最后我们看后面加的这2个啊，后面加的这2个，首先它的区别就是它底下，我们还是先看下面，它的底下就不是青花了，它的底下的内心它画的是一种类似于宝相花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图案，它也是洋彩的，然后它里面是只有碗心画这个花，它的器壁是素白的，然后它的外壁呢，我们重新抬上去看一下它的外壁，它的外面呢也是采用了和节令膳碗一样的色地洋彩开光的装饰，所以它的装饰方式相同，就特别容易搞混。实际上这种呢，它4面全是画的这个山水啊，有人解读它是表示春夏秋冬。在道光时候实际上一共创了3种，就是这个黄地、胭脂红地和蓝地。但是蓝地在嘉庆以后就没有烧过。这个呢，就是我们把它和节令膳碗放在一起，就是做一个对比。这2种我们一般称为山水膳碗，前面的8种叫节令膳碗，因为它这个并不跟哪个节日对应，所以它不存在节令的概念，大概就这样的情况。
我们下面移步到这边看一下浊气的部分。浊气利剑。我介绍一下那个背景第一件哈，背景板。对，这个大运浊气呢，我们根据天工档案已经完全说清楚了。道光时候一共生产了37种大运利剑，但是其中有8种呢，只有在道光元年生产，所以很难确定，很难确定。然后我们这里的展板从这一块开始，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把这37种这个浊气的样子和清宫档案里的名称都做了一个对应，大家可以从头到尾的看一下。那么这里面有几件重要的器物呢，就让刘总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先来介绍一下第一件吧。第一件其实也是我们当年拍出的一件作品，我觉得它其实是这37种里面挺有特色的一件。你别看它是一件青花的作品，但这种咱们这里面还有蒜头瓶啊、玉壶春啊、荷壶等等，有好多这种青花的作品。但这一件最特别的地方，它是采用一种姜胎的胎体拉近了可以看一下，它的胎体上是有开片的这种。为什么在这种我们叫它莲蓬口瓶或者叫盖碗尊的这种造型上，它要采用这种姜胎的装饰手法呢？那是因为在乾隆的时候，它最先出现的其实是一种仿定窑的白釉的，不是用青花装饰的那种作品。然后我们把那种仿定釉的白釉的作品改良成一个青花的作品，它用青花来画，但是胎体它还保留了以前那种姜胎，也就是更像定窑的那个作品的那种胎体。这是它的一个特色，而且是跟其他青花作品完全不同的一个最特别的地方。而且数量上来讲，它也是相对于我们常见的赏瓶、玉壶春之外最为少见的一种。然后奚老师生产过，在档案里面有。对，所以说它档案里面没有。档案里面没有，就档案里面只有道光2年的。道光2年开始呢，就是已经就是少了几种了。这个就在少的那一种里面。但是因为有实物，反过来推，它就是在元年唯一生产的。因为档案里讲元年是按照嘉庆4年的标准生产，2年以后就砍掉了9种，这就是被砍掉的9种。对。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给它取名叫莲蓬口瓶嘛。好多人问为什么这是莲蓬口，其实在乾隆档案里它就叫莲蓬口，就是把它延续下来。只是到了道光的时候，它就把名称简化了。然后我们可以一边退着一边看一下这一些展品，因为真的非常多，我们没有办法一件一件介绍这个我们在墙上就列出了各种器物的造型和名称，然后展览的实物呢，只有其中37种里面的20多种，但是能够凑齐到一起也是非常不容易。其实就说实话，有些种类我们是没有见，有些种类是从来没有见过道光的，从来没见过道光。比如说像那个观音瓶啊什么的，三联葫芦瓶都没有见过道光。我记得那一年，我当时写文章，那个观音瓶，我给您看，你说这个可能应该不对，不是这个造型，不是这个造型。然后我当时打了个星号嘛，对。后来我经过查台北故宫，这种特别多，还是应该是这一种，就是这种，就是它乾隆洋彩好多就是用这个造型嘛。现在应该是没错了。刘总认可的话，肯定就没错了。不要这么说。对，有些我们能采用成对的装饰手法。对，像这种其实来源非常特殊，是故宫出来的。对，我们再往这边走。这个也是，就是它在窑火里面，就每一件的颜色都非常不一样。我们特意选了2个，就是2个极端吧，有颜色不一样的。其实这个也是各有所好，有的喜欢这种浓艳的，有的喜欢这个淡雅的，对吧？都是，这个真的就是这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它的每一件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我觉得也应该重点请大家说一下，就是道光有款的壮观。对，您来讲。这个其实也没什么讲的，大家都熟悉这种壮观，永乐的时候的壮观，乾隆时候会有仿制，但是几乎没有见过带款的。对那其实咱们现在来看那些无款的壮观，其实有些可能是道光时候的制品，对吧？就是其实就是因为大多数无款嘛，就是从乾隆到道光都有可能。对，所以如果再进一步去研究，可能是可以分开的。但这件就很重要，它有款嘛？对，可能跟它一样的就是道光的，它是标准器。而且从这个款的写法来看，其实也非常早，说不定就道光元年的，然后2年后来还是就改成不落款了。对，就不落款了。像这种玉壶春，这一对也可以介绍，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造型，经典造型到康熙时候的也有仿造。到乾隆时候就把它成为一个大运的那么一个专有的品种了。从乾隆一直到宣统都有吧，应该是咱们这个能
找到道光的一对，而且两只质量都非常好啊，我觉得也挺难得的吧。对，啊，它因为非常经典，所以一直延续到光绪的时候，即使只剩8种大运瓷器的时候，也还有他已经把它留下来，也还留下来了，就是非常重要的。有时这种我觉得数量多的东西，那反而体现了一个经典，它是因为经典受喜欢，所以它才多见啊，我觉得也有这个原因。那到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这些就是我们的常见的哈。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好的啊。我们今天也历时了应该有1个小时了，给大家做一个线上的介绍。对，我们的展览从明天正式开始，一直到3月10号，也欢迎大家来现场感受我们这个道光瓷器的魅力，然后感受一下奚老师给我们留出的触摸的这么一个惊喜。对，欢迎大家来触摸官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